是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自由惯了，要搞气体是不自由的，是吧？那个是。我今天看了一个毛家饭店一个老板，他呢是毛主席这边来住的隔壁邻居，他开个饭店，外国人问他，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什么问题？是毛泽东好还是邓小平的好？这个问题很刁钻的，是吧？问对人了哈。他怎么说？他也含糊其辞。哦。这个农民水平还是有限，不一定要我来打，我就会地大如流，是吧？他打的不一样。你的是3寸不烂之舌。但是你在这种时代，下面，你不敢说真话呀，有的时候啊，他也可能是说的一些表面话、套话，他哪里敢说真心的想法？他只有跟现在的政府是讲，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，邓小平让我们富起来。其实这个差距很大，富是你一部分富啊，你又不是代表全国人民富的，又不是代表你整个生产力统一都是一样富的，是吧？道理啊。这个是什么都不科学。是你的说法还是蛮有道理。再一个呢，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富，不是考虑全国富，而是少部分人富也不能代替全国人都富了，是吧？他想是出发点是好，想先富带后富，他自己都没做到，他也没带后富，两个儿子跑到美国去了，是吧？全部都拐走了。他这个，他就是不是一个心眼。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，现在。越来越大。你说你开饭馆，你也有剥削在里面，又不是我煮饭是无私奉献，是不是？你没有剥削，没有利润，没有利润他发不了财，他富不了。只有全社会都不考虑，不重视，对金钱不是那么好感，重品质、重精神、重思想，那才有好的思想，是吧？整个社会都搞钱，那你不搞，人家不说你傻。傻人还是有的。有的。你像那个时候跟毛主席，你跟毛主席叫去死，他就肯定死。这种人就是傻瓜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从大的思想来讲，要是这个路线是对的，死也值了，是吧？路线不对，你就跟他死，不值了，没意义。我当时觉得每个人的想法还是不同的，他自己认为有意义其实就够了。是从整体来讲，他有大方向，个人有个人观点，是吧？其实毛主席的想法，他是想全人、全中国、全人类都要达到共同富裕，没有剥削，没有压迫。但是你只要私有制，剥削就会有，压迫也会有，没有不可能的。你现在民营经济，现在很多私有化的，他不搞钱，他不想方设法去钻空子，为什么出现了？讲这个以次充好，短斤少两，伪劣产品，这都是一部分富的套路。它跟气体是格格不入的。明白了。共产党他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这个党人宣誓就有这一条。那么共产党建党，党章就有这一条，为人民服务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，为大家服务。人民是个概念的大方向，是吧？所以毛主席路线跟刘少奇、邓小平的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。其实毛主席心里为什么他自己那样吃苦，那样自己这个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控制自己的道德，控制自己的私欲，他目的是想在全国人民当中是一个好的榜样。他就不能像李自成，不能像过去反对一样，设法的过设法的生活，三更努力。这毛泽东他要跟他那么学，也很容易，拍马屁人多的很。是吧？你现在一个县委书记就有老板送美女送上门，
挣钱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回事，两种制度不一样。要是那个制度就不存在有这个问题，有这个问题就遭到批评斗争，甚至受法律处分。他们那个时代领导人还是带了一个好样哈。那肯定，就是毛泽东自己正派。包括你们那一辈人都是这样子，就这样我们是受他影响。他搞运动啊，要一心为公啊。为什么75年他一个全国都开成叫做斗私批修，私字哪个人没有私，是吧？私心哪个人没有，都有，要私字要斗掉。修正主义批修的修的范围更大，修就指党指政府指大的范围，变质变掉了叫修了。苏联修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列宁呢，斯大林那个时候他也是公有制，是吧？或者他是搞集体农场，我们那是生产力，他那是集体农场。以后美国在煽动，他把它分成10几个国家，还这个俄罗斯才保住了，出了一个普京了，他保住了。那出普京也压4国5年了，他的你全部气体在一起太强大了，美国吃不烂，所以他是疯狂瓦解，煽动民族之间的斗争，煽动党内斗争，收买人心，有开户叛徒，卖国贼，他是分裂祖国，分裂的，他也很想把中国分裂出去。你带一点，他带一点，日本带一点，美国带一点，那么全部分家了。所以毛泽东是民族英雄，民族英雄他是寸土不让。那个印度想侵略我们，他的火来开凿子，得了打，他是英国的顽固派阵，都被他打得丢盔卸甲了，把他进的里是20公里，但是他意识到再往前就算侵略了，赶紧撤，把他打痛了，他不敢反逆。毛泽东是这么厉害。这么说，75年的斗私批修就这个活动就大概就维持了1年左右啊。75年也就是维持年毛时间，76年毛主席去世了，很多政策都变。冯可风坚持了年毛时间，坚持年毛2年时间。批那个修正主义是不是指还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搞混，是指说返回到苏联那种状态吗？还是什么意思啊？修就是变质了，修是指单位气体，整个社会整个组织，你党都变质了，不搞集体搞个体，那就变修。还是从集体到个体的一个思想转变是吧？分水岭嘛。毛主席他提倡了，要在无产阶级真正下技术革命，他技术革命就是要按照他的路子去走，叫技术革命。所以现在很多干部、很多领导、很多这个像邓小平改朝换代几代人过来，他就是把很多政策改了就是修了。你集体巩固不了，你就是改了。毛主席去世的时候，我记得75年，中央下了一个文件，人民公社这个体制、这个制度、这个政策60年不能变。他在他活在的时候，75年颁布的，就人民公社60条要巩固60年。他是算了一下账，邓小平也活不了60年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政策能巩固下去，他的成果就实现了。就接住了班了，这个政策体系就变不了，就是搞集体了。他以后来的新的接班人，他也不敢随便推翻，结果邓小平推翻了。本来是方可风是想走集体，有时候他是搞2个凡是，论的道理也没错啊。毛主席没犯错误，毛主席政策可以继续下去，毛主席说的话也没错，但他以后逼着他逼宫，我就这样搞不下去了。
这样不行那样不行，我怎么搞？我这个主席不当了，我跟你到党内发生阶级斗争，可能严重可能要发生流血事件，有人支持放过我，有人反对放过我，那下面有人支持邓小平，有人支持反对邓小平，这不是成了国内乱套吗？所以方国锋是站在党的立场上，应听我不管，等你们怎么搞。从我的思想看来，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，唯一的成果就是把共产党保住了。还有这个党有凝聚力，在个党章21年成立党的时候，那个都修改了党章的，是吧？都建立了党章。54年，我们国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宪法的党章也是根据宪法来的，它进一步政策化、法制化，就叫宪法。宪法100多不能动，美国的宪法它原不得年到不动。为什么它是强制贩卖？它是宪法定的，它是人人有枪支作为美国的人自卫的一个措施。以后的不一样，搞枪支是为了赚钱、人口，它的性质不一样。它当时的宗旨是为了保护老百姓，有人侵犯我家，小偷进我家来，我有权开枪把他打死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还有一点道理，保护自己。但是这个枪掌握在人人手上，老实人不会随便开枪。那个性子暴躁的、极端势力的，他就开枪了。他管你法律不法律，他多开枪的，整个社会乱了。但作为有个枪，作为自卫，也是有合法道理。昨天我看了毛主席1965年，他的自己跟自己的评价，跟外国人接近外宾的。他说我这个人呢，3分豪气，7分虎气。虎气是什么？虎气，老虎比较暴躁。哦，虎气，豪气加虎气是吧？因为老虎是三代王啊，袖中之王，是吧？他没有哪个欺负他，人家欺负不了他。猴气呢，就是也有一部分是耍滑头的，猴子不是很灵活的，是吧？哦，它不是那个豪气，是说猴气，猴子的猴啊。猴子的猴。3分猴气，7分虎气是吗？对，他这个呢，实际是刚柔并举，他的意思是刚跟柔是结合在一起的，7分刚，3分柔，刚柔并举。是。没有这一套，他办不了事的。毛主席是很机灵，为什么？他一辈子没受过伤，没有枪眼，他是神机妙算。打那么几百次仗，一共打了400多次，是600多次，打了阵，他是做指挥的，以少胜多。他不是以多胜少，他是以少胜多。国民党几百万阵地，他是发生最好是几十万阵地。最可怜的是长征以后只有2次8000人，只有8000人，是吧？他是以少胜多，慢慢的搞，慢慢的搞，利用各种智慧，这样搞一下，那样搞一下，上搞一下，下搞一下，中间搞一下，白天搞一下，晚上搞一下，搞得你做不了，摸不了头脑，不知去向。蒋介石在这方面智慧上就比不上毛泽东，所以这个天下就是毛泽东。太难得了哈，这样子的封神了。加上他自己有正派，那个三大注意、3大纪律、8项注意不是现在提的，是在井冈山提的。到老百姓那里，用稻草垫地上睡觉，你走的时候一定要把稻草捆好，放到人地方，老百姓就不会对你有影响。这样的尊严，国民党的不一样，不是草门板下了以后睡了就走了，也不跟他上。毛主席他是不行，门板也上了人家的，
能上去。他作为一条纪律，你要是违反了，用纪律来处分你，最轻的自我检查，开社会互相提意见，互相斗，产生这样一个氛围，看的是小事，实际是大事。所以我们那个年代，叫我付1毛5文钱4两粮票，我们都自觉的，但也有干部像团战的不服的也有，所以他在党内就会出现2种思想、2种斗争、2种工作方法、2种效果，它都不一样的。所以他要在斗争中识别你的干部是不是真心的跟毛泽东的、跟党组织的，上面有一条线下来，考核干部都是按这个标准来的。尽管有人想玩名堂，他毕竟是耍小聪明，是少数，多数的还是愿意跟大多数人走，不被邓小平执政以后，他把这个思想放开，他是搞钱。事实上，他原来开始也蒙蔽了共产党，他提了4项基本原则：坚持共产党领导，坚持毛泽东思想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，坚持群众路线，4个坚持，最后没有了，只坚持共产党领导。他提了一个，我都记得，他这个思想比较分销干部。他为了想实行的分庭大户，搞计划经济，搞市场经济，引用了一句话呢，市场经济里面也有计划经济，计划经济里面也有市场经济。这个很多文化素质低的人，他就跟着上当了，有点玩文字游戏了是吧？只有听他的。对，看来他也是有手段的哈。那个计划经济，你怎么有市场经济？市场经济是手段，但是归根结底还要成为集体经济，你不能在路上赚的钱就归你自己，是不是？但他要把市场经济打出来，市场经济是个自由经济，水涨船高的，物价可以随便变动。我物资多，我就降价，那不是价格低一点；物资少，我就提价，这个就不是计划经济，那是市场经济。市场经济是水涨船高。像药材也是呀，它没有计划经济，它在全国都没有一个价格，它在哪个省定价，我这个省定价，最后全国是乱价。我觉得价格可能都还好说，就主要是那个质量没法保证了，大家都是以次充好哈，这样子去。它是监督管理差了，监督管理差了以后，食品添加剂啊，食品有害有毒啊，农药化肥啊，那就不对了。但是国家要认真的管是管得了的，把食品一检验，你什么东西超标都知道。但是他的不这样干，有时他自己也想发财，也到里面去另外勾结，你就没办法。他以次充好，而且还是一个可能就是叫做急功近利吧，大家都是以那个利益为主了。他当时的红二代，他父母都知道，今天开的会啊，要实行私有化啊，你现在你有路子搞，你就去搞。红二代他先知道政策，他先就搞投机倒把，所以64事件就是这样引起的。那四川有一个姓牟，牟利的牟，他就把我们国家这个最压的物资就搞到苏联去，苏联解体了，成粮没粮吃，把那个仓库的粮食放到苏联去，从苏联放化肥以后来，放那个化肥苏联很便宜，他回来加价卖给我们当地，他就赚钱，以后用化肥就换飞机一回来，他生意越做越大。那个一部分先富就这样搞出来，他有路子，他有信心，他有资金，有道理。他说银行里，你这出了银行里都是听政府的，政府还做工作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民营企业跟他贷款，想办法跟他贷，他把礼一送，银行的行长也糊涂了，只有得理了，因为县长或者省长叫他贷款，他就贷了，这样子行贿受贿都来了，只要大家都服从大道理，坚持一个真理，那才有希望。
现在管人特别难管哦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就是那种想改变一个人很难，特别难。这个要多方面的，一个是社会的气候、社会的影响力、社会政策导向。他是做城镇工作的，那还好做。他不是做这个东西，像现在，那我到那个每天晚上到文道里去，那是个体商贩可怜，卖桃子啊、李子啊、玉米啊的，看到的交易，看到那个叫城管来的，就像鬼子进城一样，跑也跑不赢，就那个场面。等他一走了，他又来了，就跟水一样的，把一个丢个石头下去，它就分开了。但是等石头沉到底下去了，水又自动的活了。它这个呢就很难办。你要理解群众，你画一个地方，专门让群众自由经营的地方。现在正在不被毛泽东时代，你就让人家经营，你只能管什么呢？你只能管质量，你这个质量是不是符合标准？你管度量衡，管斤两，是不是有可靠纯正的，一次称好？你城管只能管那个东西，你管人家卖的东西，你拿了人家跑，那有什么意思？那纯正跟你是对立了。你这次天天跟老百姓做好事，这件事没做好，人家说你跟土匪一样，你的名声就坏掉，你的荣誉就坏掉，当心人家就不信任你了。这个要是给他们领导听一下就好了，很难呢。他听不了我讲话，这是你听得到。我比他们领导好命呗，幸运呗，是吧？我还是能听到。你说我这个讲的对不对？太对了。是不是？你要想搞经济，就让大家多搞点钱，多赚点钱。你要专门垄断哪一家去做，他压服了，你这人多可怜。是这个道理吧？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情况不好，但是其实我们就想不出什么办法哈。像你这样一说，其实我就已经比较明白了，还是可以有方法去管理的，只是他们上面也不作为呗。是可以管理的，是吧？你说我那个电子秤，我带个秤来，你这个一斤少了1两，那你这是违法违纪，我就处分你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是。你这个玉米，你是转基因的，这个不能拿市场上卖，转基因的身体有妨碍，这个营养又不好，你要有这个手段，你是管质量，管斤两，管假冒伪劣，让群众买了真东西的，这个就对了。现在不是这样的，没有办法，这种难办。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外交部发了那个一个通告吧，是说明天日本他就想要排出去那个核废水啊，海里面排核废水，外交部就在那里干涉他。这个干涉没有用的，他要处理这个核废水，不往海里排，他自己处理有很高的成本，要么把它涨起来，地下室挖几百米深，储存起来让它氧化掉，要么用发酵处理，但是空气也不好，只有在海里面排，既省钱，又没那么大的风险。也是我们国家没出这个事，出事也是一样。那也是这样的哈，不过他们外交部很多都是做表面工作啊，你也没办法，他们说的话跟你做的事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，做不了的，很多都是官话一套套的。这个国际原子能的那个他联合国原子委员会那个掌门人就是日本的，没有办法的，美国又支持他。反正周边的国家都在抗议啊，抗议也没有用。是要闹出事来，一个是日本的经济会发波的，他整个周边都不进口他的水产品，
食品，它都也难受了。嗯，它本身呢没有原料，没有厂队一个岛国，它也很够呛的。嗯，但是他不这样做，他也没办法。那个水不是点瓦的，核污染整个那个一个方向，整个那一个核电站全部报废了。他先是用水质降温，压缩，尽量少一点放水，这个水涨满了，涨不下去，做了很多那个水槽，全部涨满了，那没办法了，这个灾难就会出现，这个时代就会出现这个大问题，有全世界的水产品都成问题。我们国家也一样，你自己日常养，人工养殖，人工养殖跟那个海里面的性质不一样，一个是自由养，一个是围起来养，那个营养不一样。嗯，是的，早点睡了。可以。好，这个休息啊。啊，晚安。说晚安哈。谢谢。